我这段时间都在打脸今年刚开始时候的自己啊，为什么呢？因为等那么久了，就是等这次机会了，并不是说我犯了什么错，而是说所有的投资逻辑呢将会完全的反过来，因为美联储将会在9月份降息了，大部分升息时候让我们赚钱的资产和行业呢，都会在几个月之后让无数人亏到破产。而之前跌到底部让人看不起的资产，就将会在降息的时候摇身一变，成为所有富人都抢着把钱砸进去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现在提前去买入这些反弹的资产，财富呢就会在几个月之后转移到我们的手上。而降息呢，就等于有更多的钱被放到市场上面，很多人都觉得这跟自己无关啊。那么当市场的钱变多，当你的薪水却不涨，你身边所有的东西都变贵了，你的钱变不值钱了，那还跟你无关吗？你去观察一下，一个人可以富起来呢，真的不是靠什么学历、努力之类的，而是说在每一次财富大洗牌的时候，这个人他傻傻的做对了某些符合趋势的事情，然后呢就比你更有钱了。但是留给我们布局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因为只剩下2个月左右了。大家好，我是早一琛。美联储最近放风说不需要等到通胀跌到2%才降息，所以整个华尔街的人呢都觉得接近100%的概率，美联储将会在9月份降息。那这又代表什么呢？很多人就会出来解读了，因为降息呢就等于把钱放出来嘛。那么当大家都有钱了，股票啊那些资产就会涨啊。如果拜登上任的时候呢，美国人变有钱了，那这些人在选举的时候就会把票投给拜登，所以川普呢就会威胁美联储说不能在今年的时候降息。真的是这样吗？你会发现最近几年呢，只要降息了，美股的大盘呢都是暴跌的。为什么呢？比如说01年1月开始降的息，然后互联网泡沫呢就爆破了，美股呢就直接暴跌了35%。然后过了几年，07年9月份又开始降息了，结果08年金融危机，美股直接暴跌了54%。还有前几年疫情的时候嘛，美股呢甚至熔断了，美股瞬间暴跌了33%。而这呢也是因为19年8月份开始降息了，所以今年如果降息的话，美股是不是也会下跌，甚至是暴跌呢？那如果股票下跌这个炸弹真的在拜登上任的时候爆炸了，这到底对川普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告诉你，这个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呢，是跟川普同一个政党的，而且还是川普任命的，所以川普现在公开叫他不要降息，在我们商人和投资人看来呢，就好像说啊，你这个拜登求证啊都是你的人啊，他都帮你降息助选了，你还把这个股市搞崩了，所以呢，更多的就是撇清关系罢了。也就是说，这样被川普弄一弄呢，降息的概率反而变得更大了。那么我年头的时候呢，就买了很多让我睡觉都能笑醒的美国科技股。我前段时间呢就跟大家说，我要把它们卖掉了，获利离场了。然后呢，就一些酸民出来笑我说啊，我卖的太少了，说我要打脸自己了，就是我赚钱了也不能卖，因为他们还在买，对吧？而结果今天我做这部影片的时候呢，最近那些涨得最厉害的股票，什么 Nvidia、AMD、SMCI、苹果、微软，甚至说台积电等等，都出现了跳空的暴跌。而之前暴跌的资产呢，却迅速的暴涨起来了，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聪明的资金呢，不会等到真的降息的时候才去布局的。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呢，我将会从一个商人和投资人的角度去预判和分享一下我未来的布局。可能又会有一些人不认同我，或者是同行去模仿我，那无所谓的，只要有1-2句话是对我的订阅者有用的，能够帮助你们过得好一些呢，那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呢没有执行力，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因为这样呢，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的。首先，为什么美联储说升息和降息是取决于通胀和失业率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啊，现在赚钱变难了，是因为美联储升息导致了全世界的钱都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那么当大家手上都没钱了，这些什么消费啊、投资啊就会变少嘛，没钱还怎么花呢？对吧？所以你自然呢就赚不到人家手上的钱了。也因为这样，明明有些人对这个经济和金融是没兴趣的，也走过去研究这个美联储到底什么时候降息啊？因为只要降息了，钱就会变多嘛，赚钱了就会变简单了。我笑了。那么我们就尽管的去看一下这个美联储表面上是怎么说的。他们说啊，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太好了，物价呢变得太贵了，老百姓呢太苦了，所以呢我们就只能升息了。因为提升利息呢，就会让一些企业借钱的成本变高了。以前借10亿要还1000万，现在升息呢就要还5000万了。那么我借钱的成本呢就瞬间提升了5倍。所以呢，我就可能会少借一点嘛，然后生意呢就难做一点嘛，结果就多裁员一点嘛。
然后呢就会有多一些人失业，大家的薪水呢就会降下来。当大家都没钱的时候呢，市场上的东西自然就要卖便宜一点，通胀呢就会解决了。也就是说，通胀率跟失业率是反过来的，通胀越低呢，失业就越高。所以美联储升息想要达到的目标呢，就是把通胀降到2%，失业率增加到5%。你觉得好像有点荒唐啊？怎么会想让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失业呢？因为大家都有工作，也不是什么好事。这个社会呢是允许有人失业的，只要失业率不超过5%，那资本家就会觉得啊，所有人都是有工作的，是可以接受的，只是说有的人比较懒，不想工作罢了。所以为什么美联储之前要一直升息，到现在都不降息呢？他们说就是因为没有拉到这个失业率，失业率一直都没有超过5%啊。只要失业的人还不是很多，那我怕什么呢？我就继续升息，直到通胀降低到2%为止嘛。因为通胀呢就好像一个泡沫，通胀越高呢，这经济繁荣的泡沫呢就会越大。如果这个泡沫越来越大的话，那么就可能会爆，结果就是灾难性的崩盘，也就是出现之前影片讲的大萧条了。所以无数的人呢就一直盯着这2个数据，看看什么时候达标，就代表什么时候降息开始了。结果你会发现，明明美国现在已经很多人失业了，满大街都是流浪汉，甚至通过了什么零元购的法案，就是你偷东西不超过$950都不算犯法的，甚至说警察的也不会执法。但是这个失业率提升的速度呢却很慢。而最恶心的就是最近美联储的鲍威尔居然跑出来了，推翻了大家一直关注的这2个数据啊，告诉你现在不用看了，没用的。为什么？首先他说，如果通胀真的被打压到2%才降息的话，那就太晚了，所以呢是可以提前降息的。也就是说，通胀到底要被打压到多少才降息呢？现在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因为通胀现在已经被打压到2.5%了。然后这失业率呢也不用看了，因为就连美联储呢，他们自己都在质疑这些数据是在造假的。什么意思呢？之前他们预计啊，美国会增加18万个就业的职位，很正常嘛，就有一个很冰冷的数字，对吧？结果数据公布的时候呢，这个职位就直接增加到27万个，直接比预期呢是翻了50%啊，就等同于老师觉得啊，这一次考试呢只有50个人会及格，结果有100个人会及格啊，那这是可喜可贺啊。高利率的时候居然有更多的人找到工作了，结果你发现他们的失业率却公布说从3.9%增加到了4%，也就是说更多的人是找到了工作去上班了，但却有更多的人失业了。就是说今天我找到工作了，但同时呢我也失业了，你能听懂吗？反正呢我就不太懂的，就是考试及格的人数变多了，但不及格的人数也变多了。所以美联储就说一定是这个统计上面出现了问题。那我就去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非农业就业数据是怎么算的。你会发现，比如说你跟你的老婆之前在这个 Tesla 上班，但是今天被解雇了，你们都失业了，那怎么办呢？为了生活呢，你就出去找了3份的兼职，分别是早上去送货，晚上去便利店值班，凌晨呢去当保安。结果你会发现，你们家2个人，一个人失业了，一个人是兼职了，但你们却带动了3个就业的职位啊，所以呢就业数就会增加了。但是失业率是不是同时也增加呢？因为按全职来算的话，你们2个都被解雇了，而且你还要去算一下这就业的人数里面呢，到底有多少美国人呢？什么意思呢？川普上台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打击非法移民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对于每一个美国人来说是最有共鸣的啊。无数的人呢，就是因为战争之类的原因都走进去美国赚钱了，这些人要求的薪水呢会比你美国人低一点，所以你是老板，你会去请一个月薪1万的美国人呢，还是月薪1000的非法移民呢？刚才说了，现在生意不好做啊，所以川普呢就拿着这一点去煽动大家的情绪。就是这个拜登把国家的钱拿去补贴其他战争的国家，然后还引入了这么多的非法移民，最重要的是抢走了我们美国人很多的工作。也就是说，就业人数增加里面了，大部分还不是美国本土的人。那这些问题你美联储过去不知道吗？过去美联储一直告诉全世界，他们就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因为他们的判断是最正确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最精准的数据啊。而现在呢，他说现在数据不行了，那你让市场上的投资人怎么办呢？还有按照经济学的理论来说呢，升息是为了收水嘛，市场上的钱呢就会变少，股市房市呢就会暴跌，所以大家就很期待降息，因为降息呢股市和房市就会暴涨。
如果你是这么思考的，那么恭喜你，你已经错过了我们今年美股因为升息而暴涨的趋势了。然后你还觉得没关系了，只要降息，美股只会涨得更厉害。结果就是我们就会在高位卖出股票，而你呢就可能会在高位接盘。这历史呢只会不断的出现，当初所有不投资的人呢都会因为资产涨得太厉害了，身边的人都赚钱了，甚至是为了多找一个话题，所以就进场买入了，结果就是被套牢一次，然后呢就上瘾了，走不出来了，长期一直的输钱。但这个是股票或者是其他资产本身的问题吗？不是，因为最后都是涨的，只是因为你买卖的时机不对，以及完全对风险管理一无所知，你没有任何的进场离场的机制，你允许自己亏损超过 5% 以上，最重要的是你在玩一个赢就赢1块，输就输100块的游戏，那么你长期这样玩下去，你投资什么都将会输到只剩下内裤。所以如果你手上有1-2万美元以上的闲钱，但是这是你很辛苦存回来的，你更不应该把它暴露在风险之中，而是要学会步步为营，只在最简单的牛市暴涨的趋势里面去投资，然后在你看错方向和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而且我们不但要玩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玩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今天我们抛硬币，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抛出正面，而且如果我猜对是正面的话，我赚就会赚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就只是亏1块。如果你希望学习这一套规则的方法，接下来呢，我送你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快要下架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也就是说，美联储升息和降息根本不是看这些很扯的通胀还有失业的数据，而是我说过很多次的，他们通过提升自己国家的利息，吸引全世界的人都把国家的货币给卖了，然后买入美元，存进美国的银行里面收利息，这样无数国家的货币和资产呢就会贬值，他们呢就可以进行做空了，把货币和资产的价格压得更低，因为跌得越多呢，他们做空赚的钱就会越快越多。最后结束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用升值的美元兑换你们国家贬值的货币，然后大量的抄底接手你们国家贱卖的资产，这个呢就叫做剪羊毛。而为什么现在准备要降息呢？就是因为抄底差不多了，而最重要的是这几年美国的利率太高了，已经快顶不住了，引发很多潜在的经济危机，美债暴跌导致银行亏损的那些我就不说了，之前的影片你等一下再慢慢的看。而现在最有机会引发金融危机的就是美国的商业地产。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地方，尤其是美国的房价都涨得很厉害了，原因我之前影片也说了，但美国商业的地产呢却跟普通的房子不一样。刚才说了，很多的企业生意都不好了，有的要倒闭，有的要关掉一切分行，有的连房租都付不起。那么这些商业地产的房东呢，都是借了银行很多钱的，而现在商业的办公室、门店之类的都没有人租了，他们的贷款又还不起了，结果这些房东呢就把公司关掉，破产了，不还钱了。那银行怎么办？我借了你100亿，只赚你1个亿的利息吗？但现在这个钱追不回来了，就变烂账了。如果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的话，就会有大量的银行破产。那银行破产会怎么样呢？恭喜大家又喜提一次08年一样的金融危机了。所以美联储真的降息其实才是最危险的。为什么要降息呢？就是很多问题已经顶不住了，所以才需要降息来解决。也就是说，当降息的那一刻，之前大家觉得安然无恙的问题呢，就会浮现出来。所以大家注意听了，如果降息的话，我会把已经持有1年多不断升值的美元布局在什么资产上。所以大家要先听懂一件事情，降息的效果呢，不是说今天我降息了，明天就会出现了。就好像你病了，然后去吃药，你也不会瞬间好起来的，也要等时间去恢复的，对吧？降息也一样，放钱出来市场呢，确实会刺激经济，但不是立马有效的。也因为这样，前几次的降息呢，资产下跌了之后，都需要一段时间才反弹涨上去的，甚至突破新高的。但是降息的那一刻，却有很大可能会让现在一些一直暴涨的资产瞬间暴跌。为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你明明没事了，然后你去打了一些预防流感的疫苗，或者前段时间的疫情，大家都去打疫苗嘛，打完之后呢就发烧了，大病了，对吧？我就这样10年都不病一次，打完疫苗呢就发烧了。为什么？因为疫苗打进去了是病毒，你身体呢就会因为有病毒进来了，所以才会制造一些抗体，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能就会发烧，但是发烧过后呢，你就会拥有了这病毒的抗体，
降息呢也是一样的。这段时间为什么美股涨得这么厉害呢？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因为全世界的钱都流进去美国的银行收利息，那美国的银行要支付这个利息的成本啊，这钱要怎么付呢？借钱出去放贷啊。但是现在利息又这么高，都没有什么企业想借钱了，而且这么多钱流出去市场就会引发通胀，所以呢，他们就会把钱投到资本市场，也就是股市，把股价推高，吸引全世界资金到美国接盘。所以美联储的资本家呢，已经讲了1-2年要降息了，为什么还不降？就是因为要拉爆大家对降息的预期，让大家都觉得只要降息了，股市呢只会涨得更厉害，所以大家就会把钱投进去美股，然后银行的资本家呢就可以在高位出货，等到真的降息了，大家就没有预期了。银行的资本家的股票卖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接盘的都是散户，结果这些散户发现没有人在后面接盘了，所以就只能贱卖股票，也就是引发一轮的下跌。过去前3次的股市为什么只要一降息就崩盘呢？就是因为大户已经割完韭菜了，钱赚够了，早就在降息之前跑了。那么这一次呢，如果9月份降息，你觉得现在那些大户是在买股票还是卖股票呢？大家都知道美股呢是由7巨头组成的，也就是说这7只股票涨，美股呢就会涨，这7只股票跌呢，美股就会跌。那么你会发现这7巨头的高管啊、董事啊之类的 insider， 他们早就已经在卖自己公司的股票了。你比如说 Amazon， 大家都认识吧，他的创办人贝索斯呢就卖掉了85亿的股票，我说的是美金啊。还有扎克伯格、Nvidia 的董事等等，其实你 Google 一搜呢就有了，不是我乱讲的哦。那这代表什么呢？在高位出货，把钱落袋为安呢？一家公司的老大是不是最清楚这家公司的人呢？现在如果说拜登要移民到中国了，原因是什么？肯定是美国出了大问题啊。那一家公司的核心老大连他们都卖掉股票，只有2个原因啊。第一就是说明这一家公司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就是对公司不太好的内幕消息啊。而如果大部分的公司老大都同时这样做的话，那只有第2个原因，就是他们已经感觉到不对啊，所以才需要提前的卖股票套现。他们是不会等到出事的时候才卖的，因为他们都是要慢慢的卖股票的。如果一下子卖呢，他们家的公司呢就会崩盘了，而且出事的时候才卖呢，也卖不到什么好的价钱了。那么如果他们会认为股票一直涨上去的话，那为什么要现在卖呢？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已经在高位出货了，能听懂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前段时间卖掉大部分的美股，只留下小部分美股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已经不像年头一样闭着眼都能够赚钱的时候了，也就是说赚钱变困难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保护好我的利润，因为有机会它可能只是出现调整，调整了之后呢会继续的涨，但这个过程呢波幅呢就会比较大，也有机会出现暴跌，进入到牛市。我这不是讲废话，如果你觉得这是废话，那就是证明你的认知不够，你没有去看免费投资班。因为牛市呢都是大涨小回的，涨10块跌1块，而现在是涨10块跌8块，甚至是跌个10块11块，这就代表说赚钱不容易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免费股票投资班教大家投资的第一步就是要取易不取难的原因。我们不需要去经常交易的，因为股市里面有3/4的时间你只要去做交易，你基本上要不就是赚不到钱，要不就是亏钱。但是大部分的人呢，每天都要去买股票，结果就是长期下来输多赢少。所以真的，我希望最起码你看完了免费股票投资班之后呢，你能够先做到不亏钱，而且让你知道我和我的弟子得到的一切结果呢，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遥不可及，这样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当然我之前呢是认为美股会出现回调，因为现在呢就真的已经在出现回调了，但会不会崩盘呢？泡沫会不会爆呢？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水晶球。但因为美股这1年涨了太多了，我自己的利润也不错了，如果真的爆了，后果呢是我不愿意承受的，所以我只能跟着趋势去做最低风险利润最大的投资。这段时间呢就减少购买股票，当然有一些好的我依然在持有，比如说 Tesla、PLTR 之类的。详细的你报名了免费投资班之后呢，我私底下的邮件跟你说嘛。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不投资了，股票投资班的方法呢一样可以运用到不同的资产上面，只要它有图表，因为图表已经透露了所有大户买卖的蛛丝马迹，也透露了市场的供应和需求，所以有几个资产呢我最近都在布局的。第一呢就是黄金，之前也说过，我在$2000的时候买入，2420块左右卖出，获利离场。因为2420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大户出货的警告信号，所以2420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价格。你可以看到我卖出之后的这3个月，
只要黄金每次涨到2420都会掉头下跌的。那段时间我就说，只要黄金不突破这2420块，我就不会买进。那这些呢都会有影片为证，不能造假的。结果最近几天呢，黄金又重新的突破2420了，所以呢我就买进了，然后就涨得很厉害，但很快呢又跌回来了。那么我的止损呢就是$2350左右，也就是说我只需要承担3%左右的风险。但现在呢还没有触碰到我的止损，所以呢我就没有放。如果触碰到我的止损呢，那么我就会自动卖出。那很多人说你是买实体黄金吗？我有买，但是实体黄金呢我会在价格很低的时候买，为的是去避险。如果是投机赚钱的话呢，我会选择 ETF， 比如说这 GDX 或者是期货。那时候黄金我暂时呢也是试水温的，没有买很多，因为下注也是需要有计划的。它现在只是出现了摆脱调整的时机，还不是完全上升的趋势，甚至现在还在回调，所以我要投呢就只能投点小钱进去，后面趋势确定了再去加码。然后第二个资产呢就是比特币，你可以看到之前的影片我在45000的时候呢跟大家说我要买进了，然后68000左右我就卖了。然后你会发现比特币的价格呢就在高位大幅度的波动，不像前面一样一涨了就是大涨小回的。你看现在也是在这两条红线之间大幅度的波动，不是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呢我现在也不会碰，但我会等到它突破了73000，也就是上面那一条红线，或者出现一些我们股票有事班讲的高概率会暴涨的形态，然后再说吧。还有就是短期的美债，上一部影片也说过，短期的美债的利息呢会因为美联储降息也会提前往下调的，而债券的利率呢跟价格是反过来的。简单来说，短期美债价格呢就会往上涨了。但是我说我不看好长期的美债，为什么呢？因为长期美债会绑你10年。你觉得美国一定会在这10年都降息吗？有没有可能降个5年就不降了？那么当降息见底了，债券的利息呢就会提升，债券的价格呢就会下降，所以长期债券的价格呢就会跌。听不懂了没关系的，简单来说，炒作降息或者是正在降息的时候呢，债券的价格呢就会涨，但降息见底了或者结束的时候呢，债券的价格就会跌。所以短期债券呢会比长期债券更有灵活性，更安全。好了，有的人呢活的是为了睡得更好，有的人呢是为了觉醒。希望这部影片呢可以最后的捞回一些人，避免破产或者是家破人亡。也希望有的人因为看到这部影片达到了财富自由。那么房地产到底我是怎么看的呢？所以你预期后面的影片将会非常的精彩，因为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